这世上谁不想当个低调的富翁？可玄尚允这辈子从出生那天起就已经站在了终点线上。作为新贤集团玄秉健会长的孙子，玄德载副会长的亲儿子，他这哪是含着金汤匙，简直是含着钻石汤匙出生的。可麻烦也就出在这，全韩国的人都盯着他，还没等他长大，这张脸就已经成了活招牌。这显赫的家世和名气，就像硬币的两面，根本甩不掉。为了能过上安稳日子，玄尚允决定给自己换个活法。第一步就是把自己装成个废物，明明会做的题他偏要往错了填。要是表现得太聪明，肯定会被家里那帮人盯上，到时候不想争也得被拽进继承权的火坑里。为了躲开那场吃人的豪门内斗，他只能选择先把自己藏起来。虽然现在还没到时候，但那一刻早晚会来。所以这第二步就是得拿捏好分寸，不能表现得太聪明，但也绝对不能真成个废物。在玄家这种地方，可不兴什么位子造就人才，要是没那个本事坐稳，分分钟就会被踢出局。玄秉健会长，也就是我爷爷，那可是个狠角色，对他自己的亲骨肉也从不手软。只要我露出一丁点无能，或者犯了什么不该犯的错，下场绝对比刚入职的实习生还惨。这就是个吃人的丛林，没天赋的财阀3代连垃圾都不如。但也正是靠着这种狠劲，新贤集团才能有今天的地位。所以我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把自己卡在一个最舒服的位置，既不能干到让家里放心把子公司交给我，也不能废柴到连江南区的一栋大楼都分不到。我想要的就是一个有钱有闲的完美人生。我这辈子的终极目标就是当个无业游民。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我必须先在学校里演好这出戏。老师在讲台上唾沫横飞，说尚允这次考了301分，拿了全班第一。底下的同学都在鼓掌，可他们哪知道这分数是我精准控分的结果。老师笑得合不拢嘴，问我是不是打算报韩国大学。我点了点头。他接着又凑过来打听，说像我这种家庭，家里肯定早就给选好专业了吧？看他那副样子，估计是觉得我会去读商科，以后好接手家里的生意。我故意装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然后当着全班的面一字一句地告诉他，我要去法学院。这话一出来，老师整个人都傻了。法学院？全班同学也跟着炸开了锅。这反应跟我预想的一模一样。老师还在那嘀咕，说我虽然考了第一，但法学院起码要320分，我这301分报法学院，那不就是明摆着要落榜吗？但这正是我想要的，只要没考上，我就有理由继续混日子了。当个无业游民就是我这辈子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计划，我故意考了个尴尬的分数，301分，上商学院绰绰有余，但想进法学院门都没有。只要法学院落榜，我就能顺理成章地去读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安城大学。玄秉健爷爷看到这结果，估计既不会觉得惊喜，也不会对我抱太大期望。这简直就是我人生中最完美的剧本。可谁能想到，老天爷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手里这张通知书上赫然写着韩国大学法学院录取，这怎么可能？我整个人都傻了。电视新闻里正在播报，今年韩国大学法学院竟然破天荒的招不满人，这可是30年来头一回。校方为了填补名额，临时改了规矩，只要分数在100分以上的全都录取。完了，这下全乱套了。尚允这下彻底崩溃了。本来想精准控分落榜，结果老天爷开了个大玩笑，这第一步计划算是彻底泡汤了。镜头一转，玄家大宅里传出一阵狂笑，玄秉健老爷子嘴都要笑歪了，只喊着这辈子没这么长脸过。尚允在旁边听得魂儿都飞了。老爷子以前总听别人显摆，说自家孩子考上了名校，这回总算轮到他扬眉吐气了。玄德仔的妻子也在一旁帮腔，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里。玄秉健老爷子越说越离谱，竟然想让尚允去当检察总长。尚允在旁边听得冷汗直流，这帮人怎么回事？连问都不问一句，就把我的人生给安排得死死的，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出人头地啊。玄德仔推了推眼镜，在旁边不紧不慢的插话，他说要是尚允能当上法官，对家族企业也是个大助力。结果这话刚出口，就被玄秉健老爷子一嗓子吼了回去，当法官简直是胡闹。尚允心里还一阵窃喜，以为爷爷总算要替自己说话了，谁知道老爷子接下来的话差点没让他当场晕过去。在玄秉健眼里，尚允可是要撑起整个集团的顶梁柱，怎么能跑去当个小小的法律从业者？老爷子越说越火大，指着玄德仔的鼻子警告，在家里说说也就算了，到了外面绝对不能提这种自降身段的事。等玄秉健和玄德仔准备出门去公司，老爷子突然停下脚步，把尚允叫到了跟前。他看着这个让他长脸的孙子，语气都变得温柔了不少，问尚允最近缺不缺零花钱。尚允赶紧客气了一句，我挺好的，谢谢爷爷。玄秉健这会儿看孙子，那是越看越顺眼，还亲手摸了摸他的头，这哪是疼爱啊，这简直是泰山压顶。尚允心里都快喊破喉咙了，求求您别再关注我了，这种爱真的让人喘不过气。可这话他哪敢说出口，只能乖乖低头送行。毕竟在玄家，玄秉健就是说一不二的皇帝，只要他动动手指，尚允现在这点安稳日子立马就能化成灰。看着车子开远，尚允才算松了口气，可车里的气氛却没那么轻松。玄秉健突然问了一句，你觉得呢？玄德仔还没反应过来，问什么？玄秉健盯着窗外，你那个小儿子尚允。玄德仔在旁边赶紧打圆场，说尚允才20岁，还是个孩子呢。玄秉健冷笑一声反问他，你真是这么想的？这语气一变，车里的空气都快冻住了。玄德仔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玄秉健盯着窗外，突然问了个奇怪的问题，德仔，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做生意？玄德仔愣了一下，试探着回答，是为了给客户创造价值，还是为了增加就业，或者是为了回馈社会？
玄秉剑直接打断了他。不对，在他眼里，做生意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赚钱，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才是做生意的本质。玄秉剑转过头，眼神里透着一股精明。他说尚允这小子早就已经把这套理论玩明白了。玄德仔听得一头雾水，完全没明白老爷子的意思。玄秉剑接着说，尚允这次考试根本就没打算拿高分，他是在用最少的成本去换取最大的利益。原来尚允那点控分的小伎俩，在老狐狸眼里竟然成了商业奇才的证明。玄秉剑越说越兴奋，他觉得尚允这小子简直是个天才。为了考上韩国大学法学院，尚允竟然能精准控分，只拿到了刚好够用的录取分数。在老爷子眼里，这就是最顶级的商业思维。没人教过他，他自己就悟出了做生意的真谛。玄德仔在旁边听得直冒汗，赶紧替儿子解释：“爸，尚允那肯定只是运气好。”玄秉剑冷笑一声：“如果这真的是运气，那我甚至可以现在就把整个星贤集团交给他。”玄德仔吓得魂都飞了。这种级别的运气已经足够带领整个集团往前冲了，毕竟100个聪明努力的人也抵不过一个运气爆棚的人。车子停在集团大楼前，玄秉剑下车后突然叫住了玄德仔，给那孩子安排个人过去，要那种脑子灵光办事利索的。玄德仔还想再劝劝爸，尚允现在还太小了，还没到工作的年纪。玄秉剑根本不听，照我说的去做就行，只要尚允真的有脑子，他自然会知道该怎么用好这个人。尚允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本来只想低调混个日子，结果用力过猛，反而在玄秉剑那儿刷爆了存在感。以他对爷爷的了解，这事儿绝对没法轻易翻篇。刚才老爷子甚至当众夸他是家族支柱，这哪是夸奖啊，这分明是把他架在火上烤。就在尚允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他接起来一听，对面竟然是荣勋，这位可是爷爷身边的红人，秘书处的二把手，就连尚允的父亲玄德仔私下里都要管他叫一声大哥。这种级别的大人物怎么会突然亲自给他打电话？尚允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客客气气的问候，结果荣勋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傻眼了。原来玄秉剑已经下了死命令，要专门给尚允配一个秘书，美其名曰是协助他，实际上就是要把他正式拉进局里。荣勋办事效率极高，根本不给尚允拒绝的机会，直接就要开始安排人手。尚允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爷爷为什么要专门从秘书处调人过来跟着他？这哪是帮忙啊，这简直是全天候监视。荣勋在电话那头笑了笑，他话锋一转说，还有件更重要的事，会长为了庆祝尚允考上大学，特意准备了一份入学大礼。听到礼物这2个字，尚允心里咯噔一下。尚允一听有礼物，整个人都愣住了。电话那头说会长让他自己选，想要什么直接开口就行，要是现在拿不定主意，等派过去的秘书到了再跟秘书说也行。尚允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要不干脆玩个大的，直接要一栋豪华大楼怎么样？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不对，这绝对是个坑，这乃是送礼啊，这分明是玄秉剑给他的考验，要是表现得太贪心，之前在爷爷面前立的人设可就全毁。尚允赶紧对着电话说，自己还得再琢磨琢磨，等秘书到了再说吧。挂了电话，尚允心里开始犯愁，既不能显得像个捞钱的，又不能让爷爷觉得他没志气，到底要个什么样的礼物才能拿捏好这个度呢？镜头一转，玄家的大宅子里，气氛可比尚允那边紧张多了。玄成宰笑呵呵地看着尚允，直夸这孩子这次干得漂亮，简直是一鸣惊人。尚允客气地回了句谢谢大伯。玄成宰接着感叹说，尚允比他那10个不争气的孩子加起来都要强。这话一出，旁边的玄宇宰可坐不住了，当场反驳大哥，夸尚允就夸尚允，干嘛非要带上自家的孩子？玄熙仔也在一旁帮腔，说自家的小女儿还没上小学呢，可别把她也算进那堆不争气的里头。这玄家3兄妹表面上在闲聊，其实话里话外全是刺。玄成仔又把话题引到了远在纽约的玄太允身上，玄熙仔赶紧打圆场，说纽约太远了，孩子在那边忙着学习，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可实际上呢，尚允心里比谁都清楚，这2个长辈都在撒谎。那个叫玄太允的堂哥，虽然名义上在纽约大学读书，其实整天就知道在夜店鬼混。要是让爷爷玄秉剑知道这小子在外面这么荒唐，估计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就在这帮人各怀鬼胎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吆喝，会长到了。玄秉剑一进屋，原本吵吵闹闹的几个人立马站得笔直。玄秉剑摆摆手，让大家都坐下。他笑着说，今天这么急着把大家叫来，其实是为了件大喜事，那就是庆祝尚允顺利考上了名牌大学。尚允坐在位子上，心里却一点都不轻松，这哪是单纯的庆祝会啊，这分明又是爷爷给的一场考试。他告诉自己绝对不能露怯，得表现得像个没事人一样。玄秉剑盯着尚允问，刚才秘书应该已经联系过你了吧？关于那份入学大礼，你小子到底想要什么？这话一出，旁边的玄宇仔和玄熙仔脸色瞬间就变了。当初玄太允考上纽约大学的时候，老爷子连句恭喜都没说，现在居然要主动送尚允大礼，这偏心偏的也太明显了。尚允想起刚才电话里秘书让他晚点再回复，可看着爷爷这副架势，现在哪还有犹豫的时间？他深吸一口气，直接给出了答案。爷爷，我确实想好要什么了。玄秉剑往前凑了凑，让尚允赶紧说出来听听。尚允深吸一口气，语气平稳地抛出一枚炸弹，我想要的礼物是江南区的一栋大楼。这话一出来，全场的人都傻了。玄熙仔和玄宇仔下巴差点没掉到地上。江南区的大楼，这小子胃口也太大了。可尚允接下来的话却让所有人都没料到。他说，请给我的大学捐一栋法学院教学楼吧。
比起在旧楼里凑合，他更想在崭新的环境里学习。这招确实高明，既要了面子，又没把钱揣进自己兜里。尚允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反正学校就在汉江以南，这也算是一栋江南大楼了。玄秉健听完先是一愣，随后竟然放声大笑起来。这小子真是有意思。看着老爷子笑得这么开心，玄熙仔和玄宇仔也只能在旁边尴尬的陪笑，心里却更忌惮这个侄子了。谁能想到尚允这一招以退为进，不仅化解了贪婪的嫌疑，还彻底赢得了爷爷的欢心。玄秉健笑得合不拢嘴，我会送给你。等回到了书房，他把荣勋叫到跟前。玄秉健背对着人问：荣勋，你说像尚允这个年纪的孩子，平时最想要的是什么？荣勋刚想开口夸两句小少爷，却被玄秉健直接打断。不，我不是问那个小天才，我是问那些普通的同龄人。荣勋想了想回答：据我所知，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喜欢豪车或者名牌奢侈品。玄秉健点点头，没错，这才是正常孩子的反应。可他转念一想，尚允这小子居然开口要一栋教学楼。玄秉健摸着下巴，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难道说我这老江湖竟然被那小子给耍了？就在玄秉健疑神疑鬼的时候，尚允正看着报纸上的头条，上面赫然写着新贤财团捐赠6亿韩元，为大学建造法学院图书馆。尚允看着这天文数字，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他故意演了一出完全不懂金钱价值的戏码，结果呢，轻轻松松就让爷爷掏了6个亿。这下两边总算扯平了。尚允看着报纸上的捐赠新闻，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之前考上名牌大学表现得太扎眼，现在装出一副完全没金钱概念的样子，正好能把那点风头给压下去。但这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计划才是重头戏。他打算在学校里当个平庸的差生，成绩只要维持在及格边缘就行，只要让玄秉健觉得他适应不了大学生活，老爷子自然就会对他降低期待。这计划简直完美。就在他做美梦的时候，外面传来了催促声，说是去学校参加新生会的车已经备好了。尚允虽然嘴上说着想自己去，但还是乖乖坐上了李范熙的车。车里尚允还想客气两句，说坐地铁其实也挺方便，结果李范熙一开口就把他给堵回去了，说那个地铁站离校门口远的离谱，真要走过去非要爬半个小时山路不可，根本没学生会去坐那一站。尚允这下纳闷了，这大叔怎么对学校地形这么熟？李范熙推了推眼镜，笑眯眯的自报家门，他不光是新贤财团的副经理，还是尚允这儿8经的清学长。尚允这下全明白了，难怪那天吃完饭，玄秉健神秘秘地说还给他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原来这份大礼就是给他找了个贴身保镖加家教。尚允心里咯噔一下，这下彻底完了。李范熙接着补刀说，会长特意交代过，要是尚允学习上遇到困难，他这个当学长的必须全力帮忙。最要命的是玄秉健还下了死命令，绝对不能让尚允的成绩掉下来。尚允听完整个人都麻了，他原本还打算在学校里摆烂，当个平庸的差生来降低爷爷的期待，结果呢，爷爷直接派了个学霸盯着他，这乃是上大学啊，这简直是把紧箍咒戴头上了。要是真考出一堆不及格，玄秉健非要气得喷火不可，到时候别说要大楼了，估计连家门都进不去。尚允看着眼前这阵仗，心里那个完美的摆烂计划唰的一下彻底碎成了渣。李范熙看尚允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赶紧问了一句，小少爷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尚允现在哪是身体不舒服，他是心里苦啊。他强撑着回了一句，我没事，咱们赶紧走吧。原本想好的摆烂计划还没开始就直接夭折了，看来得赶紧想个备选方案才行。玄成仔盯着远方，他实在琢磨不透尚允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旁边的玄宇仔倒是一脸轻松，觉得自家大哥又在疑神疑鬼。可玄成仔心里清楚，这孩子跟当年的大哥简直一模一样，浑身上下都透着古怪。毕竟谁能想到一个平时闷声不响的人，不仅考上了顶尖法学院，甚至连送上门的豪宅名车都不要，开口就要给学校盖大楼。这种反常的举动，在玄宇仔眼里只是小孩子任性，却让玄成仔听不下去了。他直接骂了一句笨蛋。谁不知道那学校里全是未来的大人物，尚允这哪是在盖楼，分明是在给自己攒人情，这步棋走得可太远了。玄宇仔还是觉得对方想多了，觉得对几个学生是好没那么严重。玄熙仔却冷冷地提醒他，现在是同学，以后可就是最硬的靠山。真正聪明的人盖房子都是从地基开始，而不是只盯着那点面子工程。尚允这一手是打算把根基扎进土里啊。玄宇仔听得不耐烦了，直接把杯子往桌上一搁。他说，大家现在个个都成了战略家，连个眼儿都没有的楼，竟然能让你们操碎了心。与其担心别人盖楼，不如先管好你自己那堆烂摊子，尤其是你成仔哥。这话一出，玄成仔这下彻底没话说了。玄宇仔还没打算收手，接着爆了个大料，说秘书处昨天都乱套了，因为又联系不上太允了。他甚至还开了个恶毒的玩笑，谁知道呢？没准他又在外面给你生了个便宜孙子。玄成仔气得当场跳脚，可玄宇仔根本不接招，摆摆手直接走人。这烂摊子他是一秒都不想待。玄熙仔倒是淡定，劝玄成仔别跟这种人计较，反正木已成舟，侄子考上名校这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新年。玄家大宅里张灯结彩，到处都是喜庆的气氛。一个小女孩穿着韩服跑出来，脆生生地喊着爷爷过年好。玄秉健笑着应下孙女的问候，看看这满屋子站得整整齐齐的人，规矩大的吓人，全家人必须聚在一起喝年糕汤，这是玄秉健定死的死命令。哪怕是在国外留学的孙辈，这时候
也得乖乖飞回来站岗，面上看着风光，底下的年轻人早就快憋疯了。玄秉建一开口，全场瞬间连大气都不敢喘。老爷子从来不兴说那些新年快乐之类的场面话，在他眼里，真正的领导者从不等待好运，而是要亲手创造运气，再把它分给别人。这哪是在过年啊，分明是在给继承人们上课，每一句话都在敲打他们。出门在外代表的就是集团脸面。老爷子这一声问话，吓得底下的孙子们赶紧表态，生怕慢了一秒就被踢出局。紧接着，玄秉建直接点名了长孙道允，作为家里的长孙，他必须第一个站出来，当众汇报这一年的打算。被点到名的长孙道允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憋出一句会努力学习。玄秉建盯着他，反问了一句努力学习。道允还想再找补两句，结果玄秉建直接打断，让他闭嘴坐下。接着轮到了钟允，这孩子更没出息，说打算毕业后就进公司。玄秉建听得火大，这种毫无远见的窝囊废，简直是在丢玄家的脸。他气得大吼一声：“下一个！”泰允。泰允虽然也被吓得够呛，但他心里可有自己的小算盘，毕竟他已经考上了韩国大学法学院，这在爷爷眼里可是大大的加分项。只要表现得比那两个废物强一点，这继承人的位置他不就稳了吗？泰允赶紧表态，说自己拿完学位就回国，全身心投入家族生意。就在这时，玄秉建突然喊到了尚允的名。尚允心里咯噔一下，这老爷子的眼神明显是冲着他来的。他知道，如果现在不拿出点真本事，这辈子恐怕都要被困死在玄家了。尚允先是大大方方的道谢，感谢爷爷这么快就帮法学院盖好了大楼。这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玄秉建听完有点意外，说这楼盖的还挺快。尚允赶紧接话，说今年1月3号就动工了。玄秉建点点头，那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尚允深吸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他说，既然进了大学，就想跟普通学生一样，尽可能多交点朋友。玄秉建听得直皱眉头，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尚允倒是很坦诚，说自己现在手里没钱，唯一能动用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本。既然考上了韩国大学，那里到处都是精英人才，多交朋友就是他现在最该走的路。这话一出，全家人都听傻了，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玄秉建这下彻底炸了，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他指着尚允大骂，本以为你是个聪明的，结果满脑子只想着交朋友。老爷子气得够呛，说你这种没出息的东西根本不配管理公司。他最后撂下一句狠话，既然你这么想混日子，以后就守着那栋破楼，捡点残羹剩饭过一辈子吧。尚允本来以为老爷子听完会当场发飙，结果呢，玄秉建竟然笑了。老爷子不仅没生气，还当众夸他想得深，说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有这种眼界和气魄。这下轮到尚允猛了，这反应完全不在计划内啊。玄秉建摆摆手，让他先回座位待着。可尚允心里清楚，现在要是退了，以后就只能捡剩下的了。他站在原地没动，这回是真的要豁出去了，必须在一切定死之前再赌一把大的。他再次叫住了玄秉建。尚允深吸一口气，直接盯着老爷子的眼睛问：“爷爷，那您今年的计划又是什么呢？”这话一出，全场瞬间死一般的寂。在玄家，从来只有老爷子问别人的份，哪有人敢反过来打听他的打算？这小子简直是疯了！玄秉建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尚允，半天没回过神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小子竟然在问我的计划是什么？尚允站在大厅中央，面对这么多双眼睛，他心里其实也没底。刚才那句话确实是说的有点太过了，要是现在收回来，可能还来得及，不然这线一跨过去，可就真没回头路了。谁知道玄秉建听完，不但没生气，反而仰头大笑起来。这笑声把尚允也整懵了，完全没搞懂这老狐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玄秉建一边笑一边盯着他，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的计划，那我就告诉你。他说，既然时候到了，那就把计划全盘托出。不过这种机密哪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他让尚允等通知，到时候直接去办公室谈。这下全场都炸锅了，谁也没想到会长竟然会这么偏袒这小子。玄泰允在旁边直接看傻了，赶紧喊了一声会长。结果玄秉建当场翻脸，这一嗓子吼得房梁都要塌了。在家里就要守家里的规矩，必须叫爷爷。玄泰允被吓得够呛，只能硬着头皮改口，说他也想听听那个计划。可玄秉建这眼神明显是动了真火，他咬着牙问了一句：“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玄秉建这通火发的，那是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想要好处就要担风险。你们这帮人光想着拿钱，却连一点责任都不敢担，凭什么想分这杯羹？他这一指，直接把话给说死了。全场这么多人，只有尚允一个人有资格听这个计划。尚允自己都懵了，本来只是想试探一下，结果这老头子居然玩得这么大。日子过得飞快，还没等尚允缓过神来，新的麻烦又找上门了。李范熙突然跑过来说，荣勋那边传话了，这周三下午3点有个例行会议。尚允一听就炸了，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要我去开会？李范熙推了推眼镜，这可是会长的死命令，点名让你必须到场。这下尚允彻底坐不住了，这老头子到底想把他推到什么位置？这就是爷爷给出的答案。看来这次会议就是要讨论今年的生意方向了。尚允心里很清楚，这绝对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他可不想坐以待毙，必须得提前做点准备才行。他立刻把李范熙叫了进来，接下来的工作量可不小。尚允直接下了死命令，
把所有子公司的财务报表，还有过去10年的项目记录，全都给我找出来，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一个都不能漏掉。他必须得做到万无一失，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刻。要是到时候在会议上当着那么多高管的面答不上玄秉健的问题，那这辈子估计就彻底玩完了。尚允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他给李范熙下了死命令，最迟这周末必须把所有资料整理好。李范熙也是个狠人，当场拍着胸脯保证，就算通宵不睡觉，也绝对准时交差。正式交代完了，李范熙还挺有眼力见，问尚允还有没有别的吩咐。尚允想了想，提到了下周5的安排，结果还没等他细说，李范熙直接把准备好的方案递了过来。这效率简直绝了，连聚会的场地都提前订好了，说是专门找了个适合大学生聚会的地方。尚允看了一眼名单，确认了一下人数，一共231个新生，一个都不能少。李范熙本来还挺得意，结果尚允接下来的话差点没让他当场摔个跟头。尚允语气平淡，直接让他把整个酒店都包下来，让所有人一起去。李范熙整个人都傻了，这得花多少钱啊？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可尚允根本不在乎这点小钱，他心里盘算着更大的局。既然大家都是校友，那就要用最直接的方式，他要把这200多号人全部变成自己的人。尚允这回是真豁出去了，他不光要搞定商学院，还要把整个汉国大学的新生全都拉进自己的圈子里。说干就干，趁着开学典礼这阵东风，他直接把排场拉到了最满。那段日子简直忙疯了，要在江南汉江酒店同时招待15个学院的新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最辛苦的还得是李范熙，电话都快被打爆了，一个人顶10个人用，这钱花得简直没边了，在江南买5、6套房子都够了。尚允心里很清楚，这么大的动静，爷爷那边肯定早就收到了消息。这老头子要是看到账单，估计得气得够呛，毕竟这钱花的确实有点离谱。就在这时，李范熙指了着校门口，让尚允往那边看。好家伙，这宣传攻势做得够绝的，校门口全是印着公司名字的纪念品。尚允这是要让所有新生在进校门的第一天就记住他到底是谁。印着公司标志的瑞士名表，6000多个新生人手一块。尚允这次没动公司的账，全掏的是自己攒下的私房钱。他心里很清楚，玄秉健老爷子最看不惯这种暴发户行为，但只要打着宣传公司的旗号，老爷子就算想发火也找不到借口。这一招一箭双雕，既收买了人心，又堵住了家里的嘴。尚允转头问李范熙，家里人今天都会过来吗？李范熙赶紧汇报，副会长开完会就到，但玄秉健老爷子那边目前还没收到任何消息。这结果正合尚允的心意，老爷子估计是对他太失望了，连面都不想露，但这正是他想要的自由空间。随着典礼正式开始，所有新生都坐到了台下，气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校长带着招牌式的微笑走上台，他在台上卖了个关子，说为了庆祝新生入学，今天请到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底下的人全都在小声嘀咕，到底是谁面子这么大，能让校方这么隆重介绍？尚允坐在台下，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结果人一露脸，全场直接炸锅了，竟然是新贤集团的掌门人玄秉健老爷子。老爷子往台上一站，那气场真不是盖的。他笑着跟大家打招呼，说自己就是玄秉健。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老爷子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说他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在这，是因为他的亲孙子以后就要跟大家一起学习了，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尚允在底下听得整个人都傻了。玄秉健在大学典礼上的那番话，直接把整个集团推到了风口浪尖，报纸上全是这件事的头版头条。尚允看着这些报道，心里肯定在想，这下该怎么收场？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对劲，玄秉健明知道投了多少钱进去，居然还敢在公开场合这么放飞自我，这跟尚允认识的那个董事长简直判若两人。难道考上名校法学院反倒成了麻烦的开始？更离谱的是，尚允发现自己的资产竟然还在疯涨，这感觉就像是骑在了老虎背上，一旦开始了就根本没办法中途跳下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本来他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想弄栋楼当个包租公，谁能想到最后看上的竟然是集团总部大楼。李范熙推门进来，今天的课到这儿就结束了，该教的知识点已经全部交代清楚，剩下的就看尚允在学校的表现了。虽然尚允的底子不错，但李范熙还是有点不放心，特意叮嘱他，学校里那些怪物可没那么好对付。尚允还觉得纳闷，新生欢迎会上的同学看着都挺和善啊，结果李范熙直接给他泼了盆冷水，千万别被那些戴厚眼镜的给骗了，那帮人以前可都是全国排名前几的学霸，学起习来简直就是披着人皮的恶魔。尚允正听得一愣一愣的，李范熙突然注意到桌上的一本书，一个法学院的学生桌上怎么会放着一本半导体入门？这跨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尚允倒是一脸淡定，他说自己最近确实在拼命学法律，但这并不代表进了法学院就只能死磕法律啊，谁规定法学生不能看工科说？尚允这逻辑直接把李范熙给问住了。李范熙刚想开口劝两句，尚允又抛出一个重磅计划，他打算把学校里各行各业的精英学长全部都联络一遍，把他们当年的学习资料都搞到手。看着李范熙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尚允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李范熙肯定会把这些反常举动一五一十的汇报给玄秉健，但这正是他想要的，就是要让老爷子看不透他到底想干什么。毕竟在普通人眼里，医学生学医，工科生搞技术，法学生钻研法律，这才是正常的逻辑。可尚允偏不走寻常路，他一个高丽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竟然开始研究起半导体了。不出所料，尚允这些反常的举动全都被一五一十的汇报给了玄秉健，这正是尚允想要的。
他故意表现得像个不务正业的怪胎，就是为了让老爷子看不透他，好把入学典礼上留下的印象彻底抹掉。可谁能想到李范熙一脸严肃地叫住了他，他推了推眼镜，说自己终于想通了。之前他还在纳闷，尚允放着高层管理会议不去，非要在学校里到处交朋友，这到底是在搞哪一出？直到他听说玄秉健对那场入学演讲非常满意，他才猛地反应过来。李范熙越说越兴奋，他觉得尚允这盘棋下得实在太大了。尚允听得一头雾水，什么大棋？我怎么不知道？李范熙却觉得尚允不仅要在法学院拿第一，还要跨学科去抢别人的饭碗，这分明是在向老爷子展示他那深不可测的野心和远见。看着李范熙那副崇拜的样子，尚允整个人都傻了，这家伙到底脑补了些什么啊？李范熙现在整个人燃起来了，他拍着胸脯保证，接下来的事全都交给他来办。尚允听得一头雾水，你要办什么？李范熙大手一挥，既然少爷想学，那必须得安排最好的资源。他打算动用关系，把星贤集团各领域的顶尖专家全找来，尤其是少爷最近在看的半导体，不管花多大代价，他都要找个最牛的老师来1对1辅导。李范熙越说越起劲，临走前还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在月度会议开始前，让尚允把这些知识全部吃透。看着李范熙风风火火离开的背影，尚允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整个人都麻了。本来只是想随便翻翻书，做个样子给老爷子看，结果被李范熙这么一搞，这下真的要通宵苦读了。而另一边，李范熙回到公司后，立马就开始翻找名单，他这副干劲十足的样子，显然是把这当成了自己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任务。他在密密麻麻的联系人里不停翻找，到底谁才是那个能帮尚允实现野心的关键人物。自从被派到尚允身边，李范熙感觉自己每天都在经历全新的毒打。想当年，他也是个野心勃勃的狠角色，为了爬进星贤集团的高层，他可是豁出去了。名牌大学毕业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非要跑来这里从底层干起。那时候的他简直就是个工作狂，恨不得一天能有48小时。结果呢，入职第2年，他就成了全公司公认的王牌，照片直接挂在了荣誉墙最显眼的位置。到了第3年，他更是直接杀进了集团核心部门，成了大佬身边的红人，就连玄秉健老爷子都亲自接见过他，还夸他是难得一见的精英。大家都说他就是下一任秘书长的头号人选，这升职加薪的速度简直跟坐了火箭一样。李范熙当时也觉得自己的前途肯定是一片大好，只要跟着公司走，这辈子绝对稳了。可谁能想到，现实唰的一下就把李范熙的梦给砸碎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玄秉健老爷子竟然亲自下令让他去辅佐尚允，这哪是升职啊？这分明是把他从核心圈直接踢到了边缘地带。毕竟在所有人眼里，玄德仔的这个3儿子根本就是个跟继承权完全不沾边的边缘人物。李范熙当时心都凉了，难道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老爷子这是在暗示他该卷铺盖走人了？可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随着跟尚允接触的越多，李范熙才猛地发现自己之前简直是瞎了眼，这个被所有人看不起的小少爷竟然比任何人都更适合站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能考上顶尖法学院，就说明尚允绝对不是个草包。现在的他已经拿到了通往最高位置的入场券。李范熙心里很清楚，既然少爷有这个本事，那他这个做下属的必须得把路给铺平了。为了尚允的未来，他打算豁出这辈子去赌一把，只要能把少爷扶上去，付出什么代价都值了。说干就干，李范熙直接拨通了星贤电子社长的电话，一开口就亮出了最硬的底牌：我是集团会长办公室的李范熙。对面那位社长一听，整个人都懵了，会长办公室的人怎么会突然找他？李范熙根本不给对方反应的时间，直接要求今天就要见面。现在的家电市场基本就是神仙打架，星贤集团虽然勉强挤进前3，但这位置做的是一点都不稳，主打产品销量1年不如1年，反倒是对手公司跟开了挂一样猛追。现在连商场的柜台都快没星贤的位置了，自家产品只能挂着打折牌子，这脸丢的可真够大的。要是这事传到玄秉健耳朵里，那可就不是挨骂那么简单了。眼看周3的会议就要开了，林社长现在是坐立难安。就在这时候，催命的电话还是响了。林社长接起电话，对面的人一开口，他就知道坏事了。李范熙在电话里说：林社长你好，我是会长办公室的李范熙。林社长这下彻底慌了，会长办公室的人怎么会突然要见他？李范熙这人办事雷厉风行，刚打完电话，转头就出现在了林社长面前。这本教材一拿出来，事情就不简单了。李范熙说尚允想钻研这个，想请林社长推荐几个专家。林社长半天没说话，玄尚允可是副会长的儿子，这种小事怎么会专门跑一趟？这事儿越看越不对劲，哪里是请教问题这么简单？这分明是副会长在放信号，逼他赶紧选边站队啊！其实从去年开始，集团内部的气氛就很诡异。玄秉健会长都70多岁了，接班人的位置却迟迟没定下来。包括玄德仔在内的4个兄弟，表面上风平浪静，背地里早就掐得不可开交了。底下的这些子公司社长看着一个比一个稳重，其实都在暗自盘算该投靠谁。毕竟站错了队，这辈子就彻底玩完了。要是玄德仔直接出面拉拢，林社长肯定会想办法拒绝。毕竟这种神仙打架，谁都不想直接卷进去。但现在是通过尚允来传话，这招可太高明了。万一玄德仔以后失势了，林社长完全可以说自己只是帮了小少爷一个忙。可要是玄德仔真当了会长，这可就是救命的交情。这步棋要是走好了，以后的富贵
就稳了。林社长立刻换了一副面孔，笑着对李范熙说：“既然小少爷对半导体感兴趣，那我肯定得找最专业的人来帮忙。”凌晨4点半，当大家还在做梦的时候，尚允就已经起床了，先出门跑个半小时，运动完还不算完，他得把当天的报纸全看一遍。这种日子他从小学就开始过了，一天都没断过。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狠？其实全是为了做给一个人看，那就是玄秉健。在老头子眼里，只有最完美的利刃才配接手集团的家业。只要那栋江南大楼还没到手，他就要一直演下去，把自己包装成最无可挑剔的继承人。就在这时，李范熙敲门进来了。尚允立刻收起心思。李范熙今天格外兴奋，一大早就催着尚允出门，生怕晚了1秒钟就把正事给耽误了。尚允看着桌上没喝完的咖啡，心里直犯嘀咕：这李范熙平时挺稳重的，今天怎么跟打了鸡血一样？两人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新贤电子的江南2分部，这地方可是集团的核心地带，平时连只苍蝇飞进去都要查3袋。结果刚进门，林社长就带着一帮人早早的等在门口迎接了，那架势恨不得把红地毯铺到大街上。尚允还没反应过来，林社长就笑呵呵的凑了上来，说：“听说小少爷想钻研半导体，他特意把公司最顶尖的专家全都给请过来了。”看着眼前这黑压压的一群人，尚允心里那叫一个无奈。他本来只想低调的看点资料，这下倒好，直接搞成了专家研讨会。林社长倒是很识趣，把人带到之后就笑眯眯的退到了一边，把舞台留给了这群精英。这帮人一个接一个的自我介绍，什么管理部的经理、半导体研究组的资深成员，全都是集团里响当当的人物。看着这些平时高高在上的高管，现在一个个对他毕恭毕敬。尚允这出戏演的是真到位，一上来先给大家伙行个礼，自我介绍那是相当客气，他直接把话给挑明了，说自己今天就是来当学生的，让大家千万别把他当成什么会长孙子或者副会长儿子。尚允接着又补了一刀，说小少爷这称呼听着太生分，以后直接叫他尚允就行。这招以退为进玩的是真溜，带头的这位高管哪见过这阵仗，赶紧顺杆爬改了口。李范熙在旁边看得直感叹，自家老板这收买人心的手段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不过这帮专家也不是吃素的，既然要教，那总得先摸摸底。这位高管直接掏出一份卷子，说是要先来个基础测试，看看这位尚允同学到底什么水平。为了不让他一个人尴尬，还特意拉上一群员工陪考。高管把卷子往桌上一拍，10道题，30分钟。尚允把卷子翻开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题对他来说简直比1+1难不了多少。要是换做以前那个只想着混日子的自己，这会儿肯定已经交白卷走人了。但现在的他脑子里全是干货。不过这题答得太完美，反而容易露馅，毕竟他现在的人设只是个刚入门的新手。他心里盘算着的，故意写错几道，拿个中等偏上的分数，既不丢面子，也不会显得太妖孽。就在他纠结怎么控分的时候，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30分钟一到，高管准时收卷。考试结果一出来，李范熙果然不出所料，直接拿了个零蛋。毕竟他是个搞行政的，对半导体这些硬核技术确实是一窍不通。紧接着，高管开始公布其他人的成绩，高经理拿了90分，稳坐第一。赵代理和金资深也都有80分，这帮专业人士的水平确实不是盖的。最后轮到重头戏了，高管清了清嗓子宣布，尚允拿了70分。这分数一出来，林社长第一个跳出来捧场，说第一次接触就能考70分，这天赋简直没谁了。尚允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心里却在偷着乐，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他故意控分考个70，既能展现出自己是个可塑之才，又不会因为太聪明引起这帮老狐狸的警觉。看来这段时间的突击补习确实没白费。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高管突然话锋一转，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有些古怪。高管盯着手里的卷子，语气突然变得特别严肃。他指着最后一道题说：“这第10题可不是一般的难，就算是名牌大学的大4学生，错误率也超过了90%。”高管满脸不可思议地问：“这种超纲的难题，你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尚允一脸纳闷：“这题很难吗？我觉得挺简单的呀。”这话一出，高管都坐不住了，那可是连专业人员都会出错的难题。高管赶紧追问：“你是不是背地里偷偷研究很久了？”尚允摆摆手：“也就看了1个星期吧。”高管这下彻底服了，只夸他是百年难遇的天才。尚允心里直犯嘀咕，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可他突然反应过来，这事儿要是传到爷爷玄秉健的耳朵里，那可就真的麻烦大了。林社长这下彻底被折服了，一边鼓掌一边感叹说：“尚允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尚允却在心里犯嘀咕，这大叔怎么还没夸完？气氛稍微缓和了一点，林社长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赚钱的行业那么多，为什么你非要盯着半导体不放？尚允想都没想，直接甩出了4个字：轻薄短小。这可不是在开玩笑，这代表的是最尖端的精密技术。以前咱们靠重工业打天下，那些大财团确实立了功，但时代变了，现在的产业必须转型，只有拿下半导体，才能在国际上跟美日掰掰手腕。听完这番宏图伟略，林社长若有所思地问：“所以你坚信半导体就是唯一的出路？”林社长听完叹了口气，说：“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咱们跟国外的技术差距整整差了20年。”尚允面上淡定，心里其实也在打鼓。刚才那些宏图伟略不过是拿来当借口的，真要追上那20年，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林社长倒是挺感动，觉得尚允是一片苦心。尚允赶紧趁热打铁，说：“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让我爷爷知道。”林社长拍着胸脯保证，说自己嘴最严了，这秘密他能带进坟墓里去。
结果呢，一转头的功夫，这老头就站在了玄秉剑面前，把尚允卖了个干干净净，还特意强调了一句：“少爷说这事儿的保密。”打完小报告，林社长赶紧点头哈腰的溜了。玄秉剑这会儿心情大好，原本以为孙子只是个书呆子，谁能想到尚允背地里竟然懂这么多。他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意思，放着简单的题不做，偏偏把最难的那道给解开了。这难道真的只是巧合？荣勋在旁边搭腔说：“没准儿真是运气好碰上了，毕竟这种概率的事儿谁也说不准。”玄秉剑可不这么想，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孙子了。别人靠运气他信，但尚允绝对是故意的。这小子想在老狐狸面前装傻，还是嫩了点。玄秉剑心里已经有了盘算，既然孙子这么有天赋，那接下来的计划可就要推倒重来了。玄秉剑突然提到了月度会议，他竟然打算让尚允也去露个脸，还要当众讲2句。这决定把身边的人都吓了一跳。老爷子这是认真的吗？玄秉剑这会儿正兴奋呢，他倒要看看这小子还能藏到什么时候。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闹钟刚到6点，尚允就要爬起来干活了。今天这日程排得比平时还满，看来想偷懒是不可能了。刚一露面，李范熙就早早守在那儿了。这一声少爷叫的倒是挺响亮。今天可是个大日子，玄秉剑老爷子要亲自主持月度会议。按理说尚允得去学校上课，但他却临时变了主意，让李范熙把早上的行程全改了。两人这一路紧赶慢赶，直接把车开到了新贤。看着路边的指示牌，这地方可够偏僻的，目的的竟然是个叫青年仓库的地方。尚允看着这破旧的外壳直犯嘀咕：这种地方能谈什么正经事？李范熙也觉得纳闷，但来都来了，只能先推门进去看看。结果这大门一开，两个人都彻底傻眼了。谁能想到这破旧的仓库里竟然别有洞天，装修的那叫一个高级，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尚允这才反应过来，看来自己还是小看了这个地方。还没等他回过神，里面已经有人在等他了。李范熙这回倒是挺识趣，直接在门口守着，让尚允一个人进去谈。坐在对面的这位是东轩日报的原记者。两人刚坐下，尚允表现得挺随和，让对方直接叫他名字就行。可这种职场老油条哪会信这种客套话？原记者开门见山问他为什么突然答应采访。尚允嘴上说是为了提携后辈，这话一听就是官方辞令。原记者冷笑一声，直接把话挑明了。财阀家的人找记者通常只有2个目的，要么是想给自己贴金，要么就是想把什么丑事给压下去。他让尚允说实话，毕竟他是专业的。尚允还是那副淡定的样子，坚持说自己没别的动机，只是个爱学习的大2学生。结果原记者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心里清楚得很，大众想看的可不是什么励志的学习故事，而是一个又聪明又有钱的财阀家的小少爷。原记者这话真是一点面子不给，他说自己只写观众想看的东西，毕竟记者就是吃这碗饭的。尚允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对方没说错，要不是因为这层身份，谁有功夫坐这儿跟他闲聊？原记者看着桌上的资料，随口问了一句：“你不是法学院的学生吗？”尚允笑着点了点头，其实这正是他计划的一环，故意把记者约出来，就是为了让他不经意的看到自己正在钻研的东西。原记者果然被吸引了，盯着那本半导体基础理论，一个法学生居然在啃这种硬骨头，这事儿可不简单。尚允这招棋走得极深，只要这篇报道一发出去，外界立马就会收到信号，新贤和巨山这2大巨头恐怕要对半导体市场动手了。玄秉剑老爷子要是看到这报道，估计肺都要气炸了，毕竟私自把消息捅给记者，在豪门里可是大忌。但这招看似在玩火，其实尚允心里稳得很，就算有人指责他泄露机密，他也有的是办法脱身，到时候只要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就行，反正他只是个大2的学生，谁会觉得他能接触到核心战略？尚允淡定地喝了口咖啡，让原记者随便写，这态度简直是把对方架在火上烤。原记者这下真有点拿不准了，他提醒尚允自己可是个职业记者，这报道一旦发出去，全天下都会知道新贤家的小少爷在研究半导体。尚允放下杯子，语气里透着一股子狠劲，他说自己心里有数，要不是看中记者的身份，今天根本不会坐在这儿。这下轮到原记者没话说了，他原本以为自己是那个掌控全局的人，结果到头来竟然成了别人手里的一颗棋子。原记者这下总算看明白了，他感叹道：“说实话，我原本没抱太大期望，但你比我想象的要有意思多了。尚允，既然大家都不是省油的灯，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原记者直言不讳：“看来咱们是各取所需啊，那就说说你的计划吧。”尚允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淡定地给出了方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最纯粹的利益交换。我给你提供独家猛料，你负责写出我想要的报道，这条件开得够直接。原记者盯着眼前的年轻人，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伸出了手，成交。这手一握，两人的贼船算是坐稳了。原记者还挺自信，说有他这种级别的记者帮忙，绝对是如虎添翼。转眼间到了新贤集团总部，今天可是个大日子，会长亲自主持的月度例会终于要开始了。这扇门一推开，接下来的每句话都直接决定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摆在面前的就2条路，要么杀进集团高层去争那个只手遮天的位置，要么就老老实实拿几栋楼，在江南区当个收租公安，稳过一辈子。最关键的还是主位上那个还没露面的人，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直接关系到尚允的生死存亡。我是玄尚允，来参加今天的会议，请各位多多关照。这话一出口，在座的几位全愣住了。玄熙仔和玄成仔心里肯定在犯嘀咕，这小子凭什么出现在这？连平时最稳的玄宇仔这会儿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在气氛僵住的时候，
新贤建设的高社长竟然主动站了出来，他笑着问：“小少爷，你还记得我吗？”玄尚云表现得非常淡定：“您是新贤建设的高社长吧？我当然记得。”高社长这马屁拍的是真响。他说韩国大学的图书馆下个月就能完工，为了不耽误小少爷学习，他们可是拼了老命在赶工。林斗元心里那叫一个激动，谁能想到这玄家的小少爷今天竟然真的坐到了会议桌前。就在这时候，大门唰的一下开了，男人喊了一嗓子：“会长到了！”所有人赶紧站了起来。众人这会儿哪还敢坐着，一个个站得笔直。玄秉健迈着步子走进来，扫视了一圈，问：“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这阵仗简直像是在检阅部队，所有人齐刷刷的低头回话：“会长，我们都挺好的。”玄尚允这会儿压力山大，看着这阵仗，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会长谁爱当谁当。玄秉健往那一坐，整个会议室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他随手翻着手里的报告，这每一页可都攥着在座不少人的命脉。玄宇在他们几个连大气都不敢喘，就等着老爷子开口定生死。玄秉健突然喊了一声：“高武烈！”高社长吓得直接弹了起来：“会长我在。”玄秉健头也不抬地说：“去年下半年你干得一塌糊涂，不过今年这签约业绩倒是还凑合。”高武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解释清楚。高社长赶紧解释：“虽然去年下半年公寓项目停了，但我们在别的地方找到了突破口。”玄秉健追问道：“哦，是什么突破口？”高社长指着工地汇报：“我们拿下了韩国大学图书馆的项目，现在首尔各大高校的订单全都上门了，而且按照您的吩咐缩短了工期，这可是个大加分项。”玄秉健冷冷地回了一句：“这么说你是打算不按常理出牌了？”高社长嘿嘿一笑：“只要能进军首尔，走哪条路其实并不重要。”玄秉健听完这话，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行吧，那你们现在到哪一步了？”高社长一脸自豪：“第一季度还没结束，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全年目标地30%。”玄秉健点点头，虽然还没进首尔，但起码已经摸到经济道的门槛了。今年剩下的时间，必须给我彻底拿下首尔，听明白了吗？高社长吓得赶紧鞠躬：“明白了。”高社长刚表完态，玄秉健紧接着就把头一转，喊了一声：“崔社长！”崔社长吓得一激灵，赶紧一声：“会长我在。”玄秉健头也不抬地问：“中东那个项目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崔社长这下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憋出一句：“会长，对不起。”旁边的玄熙仔看这架势，脸色也跟着沉了下来。这崔社长可是他的人，要是这时候掉链子，他的面子往哪搁？崔社长赶紧找补说：“谈判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保证1个月内肯定能拿出一个让您满意的结果。”玄秉健冷哼一声：“保证？我这辈子最不信的就是保证，我要的是结果。”这话一出，整个会议室的气压瞬间低到了冰点。玄秉健盯着崔社长一字一句地说：“都给我听好了，我只相信看得见的东西，要是拿不出结果，那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你们也别想在我这儿过关。”玄秉健最后下了死命令：“下次再汇报，直接拿结果来见我。”玄秉健又把火烧到了化工部门，负责人还没开口，就已经吓得够呛。果然又是那套下次再说的废话。玄秉健这下是真忍不了了，直接点名百货商店。玄熙仔一看要烧到自己头上，赶紧出来找借口，说是政策原因导致业绩下滑，还想套近乎喊声父亲。结果这声父亲直接把火药桶给点燃了。玄秉健当众咆哮：“在这里只有会长，没有父亲！”玄熙仔被吼得半天没敢吱声。玄秉健看着这满屋子的人，觉得没一个能打的，他最后看向了新贤电子，喊出了林斗元的名字。玄秉健盯着林斗元，语气里全是压迫感：“你应该不会也让我失望吧？”林斗元这下压力山大，他心里很清楚，副会长的那个小儿子明明是法学院毕业的，前几天却突然跑到电子公司开始研究起半导体来了。更巧的是，今天这种级别的会议，他居然也露面了，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现在的玄家，一场关于继承权的博弈已经悄悄拉开了大幕，每个人都得在这个节骨眼上选好自己的队伍。这么多孙辈里，会长偏偏把他叫过来，到底是在打什么算盘？不行，得先试探一下会长的底牌。想到这儿，林斗元大着胆子开口了：“会长，在正式汇报之前，我有件急事想跟您商量。”玄秉健直接甩出2个字：“说吧。”林斗元深吸一口气，把话题引向了玄尚允：“您的孙子玄尚允今天也在这儿。这孩子前几天就开始往电子公司跑，还一直跟着员工们学习。”玄秉健听完，头都没回的反问一句：“所以呢，你想说什么？”林斗元也是个老狐狸，他笑着看向玄尚允，说：“这孩子对电子公司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不如在正式汇报前先听听他的意见。”玄秉健沉默了片刻，随手翻了翻桌上的文件，吐出2个字：“准了。”紧接着他直接点名玄尚允。玄尚允立马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会长。”玄秉健也不废话：“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但今天时间有限，你就挑重点说。”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里带着几分审视：“你大老远跑去电子公司，到底在那儿发现了什么？”玄尚允深吸一口气，直截了当地开口：“听说您最近一直在给电子公司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玄秉健挑了挑眉，示意他继续往下说。然后呢？玄尚允接下来的这句话让在座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一字一顿地说：“不如我们来做半导体，怎么样？”半导体这3个字一出来，整个会议室直接炸开了锅。这小子到底在胡说什么？这种烧钱的买卖，谁敢在这个时候提？看着这帮人的反应，玄尚允心里稳了，要的就是这种出其不意的效果。尤其是林斗元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简直就是最好的开场白。可当他看向林斗元时，心里咯噔一下。林斗元非但没发火，反而露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
就在这时，玄秉剑突然放声大笑，还把荣勋给叫了过来。玄秉剑问荣勋：“刚才尚允说的话，你听见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老头子笑得更欢了，直夸尚允这小子胆子真大，竟然敢打半导体的主意。笑够了之后，玄秉剑突然收住声，叫了尚允的名字。玄秉剑突然大喊一声好，还专门谢了尚允。这一下把在场的人都给整懵了。你这些叔叔姑妈，还有这帮高管，没一个敢把这话说出口，结果全让你给说了。玄秉剑叹了口气，说现在的公司就是纸老虎，被对手甩开了一大截，再这么混下去，迟早得完蛋。想要重振旗鼓，就要下猛药。玄秉剑直勾勾盯着尚允，说进军半导体其实也是他唯一的打算。老头子越说越兴奋，直夸尚允聪明，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这下尚允彻底傻眼了，爷爷竟然早就想好了。尚允转头看向林斗元，发现对方正一脸得意的在那儿点头呢。这老狐狸果然早就知道内情。就在这时，玄成仔突然开口叫了声会长。玄秉剑冷着脸问：“还有谁想说话？”玄成仔这下坐不住了，直接站起来反对，说：“半导体这玩意儿技术要求太高，咱们现在根本搞不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光是前期投入就是个天文数字，万一亏了，整个集团都要跟着陪葬。”玄秉剑听完更火了，让他继续说，看还能放什么屁？不冒险就是等死，难道要看着公司慢慢烂掉吗？玄成仔也豁出去了，大喊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只会毁了大家的未来。玄秉剑直接吼了回去：“试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不可能？”玄秉剑指着尚允说：“这小子早就跟技术人员钻研了很久，现在的水平不比专家差。”尚允这下彻底懵了，他哪钻研过什么技术？玄秉剑可不管这些，指着玄成仔的鼻子继续骂，说：“你口口声声为了公司，结果还没个20岁的侄子有胆量，还没开始就想着认输，这老脸往哪搁？”玄成仔被骂的一句话也憋不出来，只能死死攥着拳头低头认栽。玄秉剑环视一圈，目光扫过玄熙仔和那帮高管，还有谁想拦着尚允？还有谁想阻止公司成为行业老大？全场鸦雀无声，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玄秉剑冷哼一声，直接宣布散会。就在大家准备散场的时候，玄秉剑突然叫住了尚允，说晚上一起吃个饭，还有不少事要细聊。尚允哪敢拒绝，赶紧点头答应。可这一幕落在玄成仔眼里，那火气简直要压不住了。转眼到了晚上，爷孙俩在包间里刚坐定，玄秉剑一开口就甩了个难题：“选一个吧。”尚允听得一头雾水，选什么？玄秉剑盯着他，美国还是日本，2选1。尚允这下反应过来了，爷爷这是要把半导体技术引进的决定权直接交到他手里啊！毕竟现在全世界只有这2个国家能大规模生产这种高精尖芯片。尚允赶紧推脱，说自己连个正式职位都没有，哪能定这种大事？玄秉剑冷笑一声，让他别在这儿装算了。老头子说，开会前荣勋都跟他汇报过了，说尚允私下见报社记者，还故意透风说自己在研究半导体。尚允这下全明白了，原来爷爷是觉得他早有准备，才在会上拼命保他。他心里那叫一个感动，觉得爷爷这是无条件的信任啊。可转念一想，坏了，这事儿根本就是个天大的误会。当初在会上明明是自己随口提了一句，怎么就变成蓄谋已久了？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尚允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他本来想让爷爷教训一下这个只会说大话的孙子，结果呢？玄秉剑不仅没生气，反而笑眯眯地盯着他，问他考虑的怎么样了。这眼神里全是期待，看得尚允心里直发毛。从白天的例会到现在的晚宴，爷爷这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尚允怎么也想不通，这老头子到底在兴奋个什么劲？玄秉剑大手一挥，直接下了最后通牒：选一个吧，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豪宅里，玄德仔正一个人坐着发愁。他知道尚允今晚去陪老爷子吃饭了。作为父亲，他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毕竟这是儿子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场面，自己却没能陪在身边。玄德仔这会儿心里乱得很，虽然老爷子要求24小时待命，但他今天只想早点回家，这就是当爹的心情啊。秘书的话一直在他耳边转，说尚允这小子不简单，竟然想拿半导体当新生意，还利用媒体给老爷子施压。就在这时，尚允推门进屋了，父子俩坐下一聊，玄德仔开门见山问他是不是真的想搞半导体，还问他是不是故意找记者放风。尚允也没瞒着说这事儿纯属意外，但结果确实是这样。紧接着他又丢出一个重磅炸弹，老爷子让他休学去美国或者日本深造。这话一出，玄德仔彻底坐不住了。玄德仔紧盯着儿子，问他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尚允这回没再犹豫，直接给出了答案。他决定去美国深造，既然要搞半导体，那就要去技术最顶尖的地方。这不仅是为了完成爷爷的任务，更是为了他自己的野心。正事儿聊完了，玄德仔肚子却不争气的叫了一声。尚允试探着问父亲：“您吃过饭了吗？”玄德仔没好气的回了一句：“吃过了。”还催着尚允赶紧上楼休息。看着父亲这副别扭的样子，尚允心里其实全明白了，这当爹的嘴上说吃过了，其实一直空着肚子在客厅等他呢。这种无声的关心让尚允心里暖洋洋，他乖乖道了声晚安，转身上了楼。可他不知道的是，身后的玄德仔正露出一副老父亲的欣慰笑容。谁能想到啊，玄德仔在那边自我感动，他这大儿子玄道允其实正躲在国外混日子呢。结果一通电话打过来，直接把他的清静给搅黄了。家里那边现在可是乱成了一锅粥。
玄太允在电话里那是拼了命地煽风点火，说有人在老爷子面前太放肆，连过年都没给好脸色。玄道允听得一脸不耐烦，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方这招捧杀玩的是真绝，说这种得罪人的活儿，非要你这个长孙出面不可，谁让你是咱们这辈的老大呢？玄道允心里跟明镜似的，平时压根没人瞧得起他，这会儿倒是想起他这个大哥了。玄太允在电话那头笑的那叫一个得意，他说今晚忙得很，正忙着从顶层公寓搬东西呢，还不忘阴阳怪气的补一句，想多赚点钱就要先把身体养好啊。玄道允听得火冒三丈，还没等他回话，对方直接把电话给挂了。这小子真是反了天了！玄道允气得当场暴走，手里的电话直接成了出气筒。看着窗外阴沉沉的天，玄道允心里更堵得慌。早知道家里乱成这样，当初就该跟着一起出国躲清静。本来以为家里那些破事儿不值一提，可现在看来情况完全失控了。尚允的小子最近在老爷子面前实在是太爱出风头了，明明高中时还平平无奇，结果转头就考上了名校，把老爷子的宠爱全占了。更离谱的是，尚允这小子考上大学，竟然开口要一座法律图书馆当礼物。玄秉见老爷子二话没说，居然真的点头答应了。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爷爷吗？想当年我只想要个带露台的小别墅或者一辆跑车，老爷子连正眼都没瞧过我。玄道允越想越憋屈。回国过年的时候，他试着跟老爸玄德仔提了一嘴，结果呢，换来的只有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玄德仔指着他的鼻子吼：“你弟弟都考上名牌大学法学院了，你还在小公司混日子，哪来的脸提要求？不求上进也就算了，居然还有心思在这儿抱怨。”玄道允心里那叫一个不平衡，明明我才是长孙，凭什么大家都围着那小子转？老爸自己也是长子，怎么就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呢？这世界真是疯了。玄道允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这股火是怎么也压不下去。那小子绝对有问题，肯定背着大家搞了什么名堂。玄道允这一通火发完，电话也砸了个稀碎，反正他现在是破罐子破摔，爱咋咋地吧。可另一边日子照样得过。之前的那个所谓学习小组，现在终于有了正式名号，新贤电子半导体事业部特别工作组正式成立。玄尚允的名字就挂在实习生那一栏，虽然只是个实习生，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在去美国之前，他必须在这里站稳脚跟，哪怕别人背地里说他是空降兵，他也压根不在乎，因为这一切全都在他的计划之中。现在的半导体专利战闹的是满城风雨，媒体盯得这么紧，公司要是出了岔子，谁也别想甩锅。但对玄尚允来说，这水搅得越浑，他的机会反而越多。特别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气氛比想象中还要紧绷，大家正为了合作对象争论不休。有人提议找微米公司，结果立马被否了，理由是两边生意往来太稳，人家根本没动力搞新动作，要不试试 IMB 怎么样？这话一出，全场的人都愣住了，那可是全球最大的电脑生产商，现在去碰这块硬骨头，真的合适吗？旁边的高管赶紧摇头，说这主意简直是往枪口上撞。前阵子刚有日本公司因为派间谍去 IMB 被抓了个现行，闹得满城风雨，人家现在看谁都像贼，防备心重的离谱。就在这时，主管突然转过头，把目光投向了角落里的玄尚允，他想听听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孙子有什么见解。旁边的同事也跟着起哄，说实习生的想法肯定比刚才那些老掉牙的建议强。玄尚允心里却在打小算盘，他知道自己表现得太出色，反而容易招人嫉恨，得想个法子故意犯个错，表现得平庸一点才行。他在脑子里飞速盘算，还有什么建议能比 IMB 听起来更离谱、更不切实际。玄尚允不紧不慢地开了口，他先点破了现在的局势。微米和 IMB 说到底都是厂家，而竞争对手早就把这块地盘占了。既然这样，咱们为什么不换个思路，直接反着来呢？这话一出，全场的人都听傻了。反着来，玄尚允接着抛出了他的方案，咱们不找生产商，直接去找那些搞基础研究的实验室，还有学术界的那帮大佬。虽然量产很重要，但基础技术才是真正的命根子。谁能想到玄尚允这番胡诌竟然歪打正着了？会议室里这帮高管非但没觉得他在吹牛，反而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在那儿疯狂鼓掌。不愧是咱们的实习生，这格局，这眼界简直绝了。玄尚允在旁边都看傻了，他本来是想故意说个离谱的，好让自己显得平庸点，结果这帮人居然当真了。林斗元更是乐开了花，他觉得如果真能搞定 ABT， 那超越竞争对手简直就是动动手指的事。他当场拍板，既然这主意是玄尚允提的，那这事儿就交给他去办。这下全场彻底炸了锅，大家纷纷高喊着玄尚允的名字，简直把他当成了救世主。玄尚允现在是欲哭无泪，这帮人是认真的吗？让他一个实习生去搞定那种级别的电信巨头？玄尚允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牛皮吹得太大，现在收不回来了。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大？同事一语道破天机，原来贝尔实验室里那个搞出核心技术的牛人竟然是个韩国人。这下好了，原本不切实际的幻想直接上升到了民族情怀的高度，这谁顶得住啊？尚允在旁边听得都要崩溃了，这帮人怎么回事？非要把这事儿往大了整吗？就在大家热血沸腾的时候，林斗元站了出来，他这一句话直接让热闹的会场冷了下来。既然这地方这么牛，那会长和巨山集团以前难道就没动过心思吗？是啊，这么大的肥肉，别人能看不见？林斗元嘴角微微上扬，他觉得玄尚允肯定早就把这些困难都算进去了，甚至连应对方案都想好了。玄尚允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自己什么时候计划过这些？这误会真是越来越大了。林斗元现在
是越看越满意。既然玄尚允都主动请缨了，那咱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只要无条件相信他就行了。他这一带头，整个会议室瞬间炸开了锅，高管们纷纷跟着起哄，说绝对相信玄尚允实习生。看着这帮人狂热的样子，玄尚允整个人都麻了，怎么每次想低调，最后都会变成这种局面？这下可好，原本只是想去美国躲躲清静，现在倒好，直接背上了这么大个业务。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不对啊，这事儿其实还有转机。既然大家都这么看好他，那他只要去美国走个过场，然后把招揽赵英大博士的事搞砸不就行了？只要任务失败，那他不就能顺理成章地继续当他的平凡实习生了吗？想到这儿，玄尚允直接站了起来，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那我也不能让各位失望。他一脸严肃地保证，这次去美国一定会带回让大家满意的结果。不愧是咱们的玄尚允实习生，林斗元这会儿简直要把他夸上天了。他就知道这孩子绝对是个可造之才。而玄尚允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既然大家都把他架到这儿了，那他就顺水推舟，把这所谓的危机变成自己脱身的绝佳机会。他表面上还是一脸谦虚，说接下来的任务还得靠各位前辈多多关照。镜头一转，来到了美国新泽西，赵英大正对着电话那头放狠话，只要不保证基础科学研究，给再多钱他也不干。这态度够硬吧？在他看来，这些大财团全是一个德行，只想要现成的技术，根本没打算深耕。前阵子国内好几家大厂都找过他，又是许诺社长职位，又是给股份分红，条件开的一个比一个诱人。可赵英大只问了一句，基础研究的预算和人手怎么算？结果对方立马就开始打太极，说什么现在量产最重要，得先抢占市场才行。说白了还是没人愿意听他的真心话。赵英大心里也清楚，现在的韩国还没到能静下心搞基础研究的时候。赵英大心里挺不是滋味，要是可以的话，他也想堂堂正正的搞研究，毕竟基础科学就是地基，地基要是打不牢，以后想走远根本不可能。其实他手里有个现成的顶级邀约，日本的半导体巨头公司给出的条件简直没法拒绝，去美国当研究所所长，预算更是多到数不清，这待遇放哪儿都是天花板了。可问题就在这儿，偏偏是家日本公司，算算日子，距离光复也才过了40年，这层身份让他怎么都没法点头。他心里比谁都希望能有一家韩国本土企业开出同样的条件来找他。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估计又是哪家不靠谱的来碰运气。玄尚允这通电话打得挺客气，上来先自报家门，我是新贤电子半导体组的玄尚允。结果话还没说一半，赵英大那边直接就炸了，没兴趣，别再打了。按理说这时候该求情了吧？玄尚允偏不，他居然反问了一句，您是真的没兴趣吗？赵英大也是个硬骨头，咬死了就是没兴趣。谁能想到玄尚允这回根本不惯着他。行吧，那就不打扰了，再见。这下轮到赵英大傻眼了，喂，电话那边只剩下忙音，这剧本不对啊，以前那些人不是的求爷爷告奶奶吗？玄尚允这招欲擒故纵，直接把赵英大给整不会了。旁边的人赶紧凑过来问，到底谈的怎么样了？他说他没兴趣。苏经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这就完了？玄尚允嘴上说着搞答，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他故意装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说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全是自己能力不足。这出戏演得太逼真，旁边的女同事赶紧出主意，要不你干脆飞一趟美国当面去求他。其他人也跟着起哄，尚允，我们都相信你一定能行。苏经理一看大家情绪这么高，赶紧顺杆爬，对，再给他一次机会吧。结果玄尚允脸色一沉，直接把苏经理吓得一哆嗦，当初不是说好了这件事全交给我处理吗？苏经理被这气场压得死死的，只能支支吾吾的说是，但他还是不死心，觉得光打电话肯定不行，还得再想想办法。玄尚允冷冷的盯着他，只问了一句，你相信我吧？玄尚允这一脸严肃，把苏经理唬得一愣一愣的。他说电话打多了反而会给对方压力，咱们得沉住气，欲速则不达嘛。苏经理哪敢反驳呀，只能点头答应，说那咱们就先盯着赵博士那边的动静。玄尚允嘴上客客气气的答应，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这出戏演得连他自己都要信了。其实从一开始他就压根没打算让这事儿成。苏经理猜得一点没错，如果真想把这项目救回来，他早就拎着礼物飞去美国，当面求贤若渴，但他偏不，他故意只打一个电话，表现得刚好够被拒绝，然后顺理成章的挂断。费了这么大劲，他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搞砸这次招揽。赵英大拿着电话，整个人都傻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种前所未有的冲击感是怎么回事？按理说被这么挂电话，他应该火冒三丈才对，可现在他心里竟然一点火气都没有。以前那些韩国公司的人一个个点头哈腰，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看，可只要一提到研究经费和条件，那帮人就开始支支吾吾，变脸比翻书还快，全是一群虚伪的家伙。可刚才电话里那个年轻人那句我知道了说的叫一个干脆，这果断的镜头，这自信的语气，简直太有美国范儿了。赵英大这下彻底坐不住了，新贤电子是吧？他非要好好查查这帮人到底什么来头。几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尚允还在办公室里安稳坐着，估计心里正琢磨去美国摆烂的计划是不是稳了。结果这门哐当一下就被推开了，苏经理扯着嗓子直喊少爷，尚允赶紧把他拦住，在公司得叫我尚允。苏经理这会儿哪还顾得上称呼，一脸兴奋地说有个天大的好消息。尚允这下彻底懵了，好消息？旁边同事也跟着蹦了出来，说赵博士那边
回消息了，他居然主动提出要签约，这下整个办公室都炸锅了，大家伙儿高兴的跟过年一样。尚允这下彻底傻眼了，这怎么可能呢？周围的同事们简直要把他捧上天了，说这全是尚允的功劳。大家伙儿又是敲锣又是打鼓，那家是恨不得当场给他办个庆功宴。尚允啊，你就是咱们团队的未来。尚允心里那叫一个苦啊，他压根就没想过赵博士会真的答应。就在尚允快要崩溃的时候，苏经理突然话锋一转，说赵博士虽然答应了，但提了几个非常离谱的条件。尚允一听，这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只要条件够过分，这事儿是不是还能黄？苏经理拿着小本本念道：第一，他要求公司必须成立专门的半导体研究所。这还没完，苏经理接下来的话才真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赵博士开口就要每年至少500万美元的研发经费，他小声嘀咕着，这条件咱们真没法答应。结果尚允脱口而出，太完美了。经理整个人都听傻了，尚允却一脸正气，既然这事儿全交给我了，那我们就签，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扛。谁能想到啊，尚允心里这会儿正放烟花呢，这简直是天助我也，10年亏掉5000万美金，这不就是最好的败家机会吗？只要把这笔钱砸进去打水漂，去美国过悠闲日子的梦想，这下彻底稳了。可就在尚允做着美梦的时候，外面的人全炸锅了，赵博士居然真的要去新贤电子。这消息一传出去，对手公司这下彻底坐不住了。副会长赶紧过来汇报，说这事儿还没完全定死，虽然新贤电子那边谈得火热，但最后那一笔还没签下去。会长朴范植这下急了，直接问能不能把赵博士抢过来，结果得到的回答让他心凉了大半截，现在想挖人怕是难如登天了。这老头当场就炸了，赵博士要是真去了新贤电子，那他们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没办法，只能看看备选方案了。那个叫维克隆的公司倒是愿意合作，但条件简直是在抢钱，技术是人家的，咱们累死累活干活，大头全得给人家交专利费。朴范植越想越憋屈，本来想靠着赵博士搞出真正的本土半导体，结果家里那帮董事会的老顽固眼里只有眼前的这点蝇头小利，最后只能咬牙认栽，先跟维克隆凑合着过吧。但他怎么也想不通，新贤电子到底使了什么手段，居然能把赵博士这尊大佛给请动。副会长终于带回了那个关键人物的名字，谁能想到搞定赵博士的，居然是新贤电子副会长的小儿子玄尚宇。朴范植听完愣了一下，玄尚宇这又是从哪冒出来的后辈？副会长赶紧提醒，就是之前新贤会长总挂在嘴边炫耀的那个考上韩国大学的小孙子。朴范植这下想起来了，原来是那个孩子，可他不是还在上学吗？怎么就开始给公司卖命了？副会长接着汇报，这小子可不简单，在学校和公司评价都极高，甚至一边读法学院，一边还在钻研半导体。朴范植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一个毛头小子居然能把赵博士给挖走，这事儿说出去谁敢信啊？他越想越觉得憋屈，转头看向自家的副会长，语气里全是火药味。你儿子在勋也是韩国大学的吧？副会长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只能小声应和着，说是去年刚进的社会学系。朴范植冷哼一声，既然新贤家的小子能行，咱们家的在勋肯定也没问题吧？既然新贤家的小子能行，那咱们家的人也别闲着了，干脆也让他早点进公司历练历练。这老头是真被激着了，非要跟新贤电子较这个劲，直接给自家后辈安排了位子，就想看看谁家的苗子更硬。手下人哪敢说个不字，赶紧点头答应下来。朴范植盯着那份报告，心里已经把这个名字刻下了。玄尚宇这小子以后绝对是个大麻烦。日子过得飞快，忙完手头的工作，大学的期中考试就这么来了。李范熙这劲头比谁都足，大清早就跑来加油打气，还专门送来一份考试笔记。玄尚宇看着手里的厚本子，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李范熙一脸得意，这可是我熬通宵给您整理的，只要有了这个，拿第1名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玄尚云只能尴尬的应付2句，毕竟这是他入学后的第1场考试，确实的拿个像样的分。不过他心里想的好成绩标准可没那么高，只要能保住学籍不被开除，那就谢天谢地了。玄尚允心里早有打算，这次考试必须得控分才行。昨天他特意找李范熙提前做了一套模拟卷，想看看自己到底什么水平。玄尚允随口问了一句：“我考了多少分？”李范熙整个人都亢奋了，90，不对，是95分。您一共就错了1道题，这成绩简直神了。李范熙激动的不行，说这里面还掺了不少连毕业生都觉得难的题。玄尚允却觉得这题做起来也太简单了，他甚至还故意做错了一道最难的第9题，结果李范熙压根没看出来，还以为他是真不会。这下玄尚允心里有数了，明天的期中考试纸要专门挑这种难题，然后全部故意写错，只要能把分数压下去，应该就能瞒天过海了。毕竟要是考得太好，家里那位玄秉健老爷子非要当场炸锅不可。玄尚允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只要能被赶出家门，拿上一栋小楼当个包租公，那日子才叫一个美。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决定再加一把火。玄尚允突然开口：“李范熙代理。”李范熙赶紧凑过来：“少爷，你有什么吩咐？”玄尚允一脸严肃：“去帮我找最好的中医馆，订一批最顶级的聪明汤。”李范熙听得一头雾水，这考试还没开始呢，怎么突然要喝这个？玄尚允接下来的话差点没让他当场跳起来。不光是我，给全系的新生每人都订一份。李范熙整个人都傻了，这得花多少钱啊？少爷，您这是要散财吗？玄尚允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大家复习都辛苦了，我只是想帮同学们在考试时发挥出最好的状态。这话听着简直是活菩萨转世，可实际上呢，只要全班同学的成绩都提上去了，他那个故意考砸的分数就显得更合情合理了。李范熙哪知道这些弯弯绕，只觉得眼前的少爷简直是在散发圣母的光辉。在李范熙眼里，现在的玄尚云简直就是救世主降临。李范熙激动坏了，少爷您真是太伟大了，竟然想用这种方式收服人心。看着李范熙这副样子，玄尚云只能顺着他的话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既然少爷发话了，那必须得办得漂漂亮亮的。李范熙大声保证，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把全城的医馆都扫荡一遍。话音刚落，人就已经没影了。没过多久，整个戏的画风全变了，走廊里到处都是中药味儿，同学们人手一袋聪明汤，喝完之后那叫一个干劲十足。监考老师站在讲台上，人都到齐了吧？底下的学生异口同声，到齐了。老师点点头，那现在开始发卷子，除了文具和法典，剩下的东西全都收起来。玄尚允坐在位子上，心里那叫一个美，他早就盘算好了，只要把那些最难的题挑出来，然后故意写错，这控分计划就稳了。可等卷子一到手，玄尚允整个人都懵了，这是什么情况？他盯着卷子看了半天，这下真的麻烦大了。玄尚允拿着笔半天都没法落下去，这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啊！谁能想到这卷子竟然简单到了这种地步？玄尚允看着题目，简直想当场撞墙。这比李范熙之前出的题容易多了，答案简直就在卷子上跳舞，想写错都难。玄尚允急得直挠头，要是顺手写下去，那控分计划不就全泡汤了吗？就在这时，他脑子里灵光一闪，既然想不出错题，那干脆就不做了。玄尚允盯着卷子，生怕自己的手有肌肉记忆，万一一个不留神，把正确答案全填上去就毁了。他决定直接跳过选择题，1分都不拿。可转念一想，要是整张卷子都空着，那不就成了明摆着的挑衅吗？到时候家里那帮老家伙肯定得找他麻烦。玄尚云嘴角微微上扬，有了，把时间全花在后面的大题上，到时候就装作没时间写选择题，这理由简直完美。他拿起笔，开始在论述题上洋洋洒洒，心里还美滋滋的夸自己，我可真是个天才。1周后，荣勋急匆匆的跑来汇报，玄秉健听完愣住了，韩国大学的校长，他突然找我干什么？荣勋一脸严肃，说是关于玄尚允少爷的事，而且听语气好像还挺焦急的。玄秉健觉得这绝对是天大的好消息。荣勋在一旁赶紧补充，校长说想亲自过来面谈，估计是为了少爷的成绩单。玄秉健笑得更开心了，这不就是变相的家长会吗？荣勋试探着问了一句，那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玄秉健想都没想，直接吩咐下去，马上约校长出来吃顿好的，顺便再备一份他喜欢的厚礼。日子过得飞快，期中考试的成绩终于发下来了。玄尚允对这结果挺满意，分数不高不低，正好卡在平均线上。可这成绩上涨的实在太奇葩，前面的选择题全是零蛋，后面的论述题居然拿了满分，这下总算能松口气了。爷爷看到这分数，估计以后再也不会对他抱有期待了。原来校长早就找过玄秉健了，不过这谈话内容可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校长一脸尴尬的解释说，尚允可能是特招进来的，底子太薄，根本跟不上进度，连选择题都一个没动，这让学校压力很大呀。玄秉健听完冷哼一声，这哪是学校丢人，分明是我丢人。看来我这孙子也就这点本事了。他直接给这事儿定了调子，只要能让他混个毕业证就行，大不了以后送他一栋楼，让他老老实实当个闲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这结果看起来是板上钉钉了，拿着这种半吊子的成绩，学校和爷爷肯定都失望透顶。就在这时，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尚允拿起来一看，坏了，是爷爷打来的。玄秉健在电话那头语气低沉，是尚允吗？尚允赶紧答应，是我爷爷。玄秉健冷冷地说，刚才韩国大学的校长可是跟我聊了不少你的光荣事迹啊。玄秉健在电话里语气沉重，说对他这次考试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尚允听到这话，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不就是他想要的结果吗？等了这么久，终于听到失望这2个字了。尚允甚至觉得这声音听起来简直像天籁，他赶紧换上一副愧疚的语气，对着电话那头开始演戏，说自己辜负了爷爷的期待。尚允还顺杆爬说自己都不配位，干脆趁这个机会把继承人的位置也让出来算了。玄秉健突然大吼一声，让他闭嘴。玄秉健接着说道，校长已经把所有情况全都一五一十的交代了，尚允那些论述题的答案根本就不是大一新生的水平，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校长甚至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说法律界出了个百年难遇的天才。尚允这下彻底懵了，这剧情怎么跟预想的不一样？玄秉健越说越激动，问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偷偷把法律钻研的这么透彻。尚允这下彻底语塞了，支支吾吾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玄秉健在电话那头嗓门大的快把房顶掀了，他直接下了死命令，绝对不会放上允去法律界混日子。在他看来，这种百年难遇的天才必须得回来接手顺贤集团，这可是没得商量的事。这番话简直像一颗重磅炸弹，把尚允的养老梦炸得粉碎。尚允对着电话大喊，说自己真不是那块料，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原本只想混个及格，拿栋楼当个收租工，结果这下倒好，直接被爷爷当承接班人给盯上了。玄秉健在电话那头直接开审，你是不是觉得半导体项目太无聊，还是说你只是为了讨好我才勉强去做的？尚允赶紧解释，绝对没有的事。玄秉健根本不信，那你是什么意思？打算让爷爷一个人累死在公司，自己跑去当什么检察总长？
尚允这下真是有苦说不出，我压根就没想过那些。结果玄秉健反而更兴奋了。行了，你的心思我全看透了，你故意在卷子上留白，就是为了把奖学金让给其他同学吧？尚允彻底傻眼了，这都哪跟哪啊？玄秉健越说越起劲，连校长都被你这份心给感动了，现在满脑子都想着怎么把你挖过去。那个校长倒是乐坏了，可把玄秉健给气够呛。他在酒桌上都不知道跟人家强调多少遍了，说我孙子以后绝对不可能只当个搞法律的。越说越上火，玄秉健直接下了死命令，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得给我留在新贤，除非你想看着爷爷被你活活给气死。尚允哪敢顶嘴啊，只能对着电话连声答应，说自己肯定记在心里。这通电话总算挂了，玄秉健心情倒是变好了，可尚允整个人都快虚脱了。看着桌上那张白卷，本来是想躲清静，结果这下倒好，直接把自己给坑进去了。看着这张只有简答题得分的成绩单，尚允这回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本来想靠考砸来躲清静，结果反而成了这帮大佬眼里的香饽饽。之前的计划算是彻底泡汤了。尚允盯着赵英大的资料，心里明白必须得赶紧想个新招才行。没过多久，学校图书馆的落成典礼就办完了。玄秉健这波操作简直是名利双收，不仅捐了奖学金，还顺手拿了个名誉博士回来。可尚允现在根本没心思管这些，因为校园里那些离谱的传闻已经快把他架在火上烤了。现在全校都在转，说尚允简答题拿了满分，简直就是个天才，连教授都说那是论文级别的水平。可大家都在纳闷，既然这么厉害，为什么选择题一个都不写？结果这风向越传越离谱，说他故意留白是为了把奖学金让出来，简直就是活菩萨下凡啊！再加上新贤集团给的那些福利，尚允在同学眼里直接成了神。这下好了，本来想低调，结果现在走在学校里，大家都把他当圣人看，连校长和教授都整天盯着他。尚允现在是真头大，这学校待着太压抑了。更麻烦的是，玄秉健拿到的那个名誉学位，其实是校长设下的套，就是想把尚允往法律圈子里拽。尚允现在是真烦透了，这帮人怎么就不能让他清静会儿？既然学校待不下去，那就干脆先躲远点。转眼到了第二天，这可是个大日子。一架从新泽西飞来的航班稳稳降落在了机场，尚允带着李范熙早早就守在了出站口。李范熙手里还举着个接机牌，上面写着欢迎赵博士。看着密密麻麻的行程表，李范熙心里直打鼓，他忍不住问尚允：小少爷，这赵博士刚下飞机，是不是该让他先去酒店歇歇？结果尚允头都没回，直接回了一句：他在飞机上还没歇够吗？哪有那么多时间浪费？这话说的李范熙直接没词了。尚允心里算得清清楚楚，既然拿了这么多钱，那就要把价值全榨出来。这哪是接机啊，简直是把人往火坑里推，连时差都不给倒。行程表排得比砖头还厚，从半导体工厂到集团总部，赵博士这一路跑下来，整个人都快累虚脱了。更绝的是，尚允连个像样的欢迎仪式都没搞，就带了个助理李范熙，冷冷清清的就把人接走了。这下赵博士彻底崩了，他直接冲到玄秉健面前告状，说尚允简直是个暴君，这活儿没法干了。赵博士扭头就要回美国，这好不容易请回来的大佛，难道真要被尚允给气跑了？这招儿可真够损的。为了让赵博士主动卷铺盖走人，专门准备了一份魔鬼行程表，再加上这冷冷清清的接机仪式，就不信这大博士能受得了这份气。正说着呢，目标人物赵博士终于露面了。李范熙在旁边小声提醒：少爷人出来了。玄尚允赶紧换上一副笑脸，一边招手一边大喊：赵博士这边，这一路辛苦您了。玄尚允自我介绍说：我是玄尚允，咱们之前通过电话的。赵博士客气的打了个招呼：我是大卫赵，也可以叫我赵英大。尚允笑着迎上去：赵博士，欢迎回国。赵博士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机场怎么冷冷清清的？除了你们两位，就没别人来接我了吗？尚允脸不红心不跳的解释：没错，因为时间太紧了，我们就把那些虚的欢迎仪式全给省了。尚允一边走一边吩咐：行李就交给李范熙助理吧，咱们现在就出发。赵博士还以为是要去休息，咱们这是先回酒店吗？尚允头也不回的甩出一个字：不，今天的行程可是排得满满当当。尚允开始报菜名一样念行程，先开车2个小时去半导体研究所，看完之后马上回首尔去电子总部视察，最后还得去集团总部转一圈。这行程换谁看都觉得离谱。尚允心里也清楚，这确实有点对不住赵博士，刚落地就要被这么连轴转的折腾，可谁让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呢？只能辛苦这位大博士了。尚允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为了那栋江南大楼，他这回可是把坏人演到底了。他催着赵博士赶紧动身，说咱们时间紧，这边请吧。赵博士整个人都听懵了，取消欢迎仪式，直接去研究所。他盯着尚允问：你这行程是认真的吗？尚允还在这儿装模作样呢，一脸抱歉地说：赵博士实在是对不住。谁能想到赵博士突然大喊一声：太棒了！他一把搂住尚允，那样子简直比中了大奖还兴奋。这下轮到尚允蒙圈了，这大博士怕不是坐飞机坐傻了吧？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